刚从这个美国旅游回来啊，美国现在到底有多发达？我不吹也不黑啊，所以说呢，今天就给大家说一说我去美国旅游之后的一些真实感受。今天呢，我就用我的心得呢给大家分享出来。很多人都说呢，这个美国呢是世界强国，是数一数二的啊。那我确实呢是认可它的一个强大，因为美国呀在全球都有很多的这个基地，大家都知道的，相当于是一种霸权行为嘛，总喜欢对别人对别的国家呢是指指点点。那美国现在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呢？今天就好好的给大家说一说。从早上那边呢，就是出门嘛，美国人他们都是习惯早上洗澡的啊，因为前天晚上呢，他们基本上都会玩的非常的晚，在什么酒吧里面、夜店里面，然后 KTV 会所里面，基本上都是玩到凌晨或者是天亮才回家。所以说，基本上每个人都是习惯那种晚上不洗澡，回到家之后呢，直接跑到床上就直接休息了，然后第二天呢起来再洗，洗完之后他们的衣服怎么办呢？然后就是我发现了，在美国那边呢，美国人的浪费现象呢那是非常的严重，因为美国呢他们是不允许有那个晾衣架在外面的，然后被发现是要罚款的。他们呢只能用那个烘干机来烘那个衣服啊。就比如说咱们要上班出门了，洗完澡出门上班嘛，无论就是那个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呢，美国那种高楼大厦里面，基本上办公楼里面都是要开那种空调的，而且呢还要开各种加湿器啊，空调是一年四季呢他们都不断电，然后下了班也不断电啊，然后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呢，就比方说咱们去那个餐厅里面做好的那种熟食糕点什么的，他们是2个小时之内，如果说呢没有被这个顾客给买走，这个食物呢就必须通通的都给扔掉啊，直接扔到垃圾桶里面。可以说呢，就是食物浪费这一块真的是不敢想象，真的是太夸张了啊！就是2个小时做好的那种熟食，本来都是好好的嘛，都是可以卖的，他们如果说没有卖掉，必须得扔掉。我就是想了，这美国人呢浪费这个食物，真的是可以供养整个非洲了，可以养活整个非洲了啊！你说呢？像咱们到了这个下午茶是需要喝这个下午茶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出去逛一逛，就是在美国的纽约或者是洛杉矶的一个街头呢，我们确实呢可以看到那么几栋高楼大厦、摩天大楼啊，基本上呢都是上个世纪50、60年代就有这么多高楼了。也就是说呢，从上个世纪50、60年代到现在啊，到21世纪了依然是如此，基本上呢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变化。大部分的房子，你像稍微偏一点的位置，就比如说像咱们武汉这边三环以外有很多的高楼，对不对？50、60层、60、70层的那种高楼，但是在美国那边呀，只有在纽约的市中心呢才会有这么几栋高楼，就是那些标志性的一个建筑嘛。那么其他的地方基本上大部分都是那种自建房，像那种别墅一样，像那种平房一样。美国人是特别喜欢租那种房子，包括住这种房子的。再有一个呢，就是美国呢，你别看它非常的一个发达嘛，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，但是呢，就是他们普通老百姓手里面基本上都没有什么钱啊，因为美国人呢都基本上养成那种提前消费嘛，提前消费那种能力，像什么那种信用卡了、那种万事达了，基本上不都是从美国那边流行过来的。美国人的一个消费观念也是超前的，基本上个个都是负债的啊。他们还总说咱们中国人负债嘛，其实美国人那个负债率呢，那真的是高的离谱啊！他们很多那种老百姓手上呢，可能连那个$500，然后都拿不出来。可以毫不夸张的讲，很多人呢，甚至连那个50块钱，就是$50都拿不出来。大部分人都是过着那种吃了上顿没有下顿，然后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，永远都是没有钱花的一个样子啊！所以说呢，这就是我在美国旅游1个月嘛，美国的一个最真实的一个情况和自己真实的一个观察。在美国的晚上到底是什么情况呀？我在美国的晚上，我基本上都不敢相信，我也不敢出去玩啊。我就是出去玩了一下，结果到处都是什么团体、某团、某社团，晚上大部分都是流浪汉、黑人、乞丐的一个天下。哪像咱们大中国治安这么好，晚上吃宵夜，然后吃到凌晨，然后美女呢穿着吊带出去逛到天亮都没有什么事儿，真的是非常的安全。这是美国人根本想都不敢想象的，就是咱们大中国的治安实在太好了。很多美国朋友来了之后呢，都直呼呢被他们的媒体给骗了嘛，因为呢美国的媒体呢天天都说咱们这儿不好那儿不好，经常就在网上面造谣嘛，说咱们中国的治安不好。相反呢，就是他们美国的一个治安实在是太乱了，咱们中国的治安呢不知道比美国要好多少。还有很多国家像那种西方国家、欧洲的那些国家，晚上都是有宵禁的，对不对？因为呢，在他们那边基本上都是合法持枪的，走在街头呢，基本上都是那种咚咚咚，都是那种各种的枪声，真的是挺危险的啊。还有呢，很多网上的什么高知分子总是在吹嘘，然后美国的月亮有多么圆，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什么什么的，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有什么底气说这种话啊？这呢就是我在美国旅行1个月真实的所见所闻。你们觉得美国怎么样？如果说有时间有机会，你们愿意去美国旅游吗？反正呢，我是再也不会去了啊！我害怕真的是有命去没命回。第一个呢就是治安问题，第二个呢就是文化问题，我实在是接受不了。